我知道王一博续约乐华后，再打开乐华2025年业绩公告，骨子诡异又拧巴的反常，竟然让我瞬间豁然开朗了。之前觉得乐华用王一博的业绩装点自己财报吹增长，却在合约期内抹掉他名字是不续约的信号。现在看，哎呦喂，这妥妥就是乐华的刻意回避。王一博早已从旗下艺人变成了乐华不敢得罪、全力提供管理服务的核心客户了吧？3月26日，乐华发布的2025年业绩报告提到了旗下11个小艺人，连韩国的3个都特意提及，却全程为提王一博。要知道，乐华前2年的业绩报告中期和年报都是有提到王一博的，哪怕不披露具体细节，也会明确用供应商 B 代号他的存在。怎么到了所谓续签的2025年中期到业绩报告，统统不提王一博的大名了呢？毕竟根据之前乐华招股书披露，2019年到2020年艺人采购成本占比约 9.2%， 合理推测对应王一博分成约3成比，视为传统经济模式，乐华抽成7成。但2021年到2022年乐华艺人采购成本飙升至 48.6%， 从而推测出头部的王一博分成在5-5开。这时候王一博话语权已经超高了。到了2023年、2024年，财报上还是不断明确说了艺人采购成本持续上行，这只能说明王一博分成进一步倾斜，合理推测王6:4甚至以上去了。到如今2025年，乐华从中期报告到业绩报告都全面选择了模糊隐藏王一博，这让我更期待乐华这续约谈判中到期是在所谓去单一头部化风险战略，还是怕暴露了王一博分给乐华的比例低到以后乐华财报都要全面遮掩的地步了呢？只吹总营收，模糊核心艺人贡献和分成，都给我一种乐华对于王一博更像是物业公司收物业费那样的感觉了。毕竟王一博如今的商业价值无需乐华资源扶持，品牌剧本早已主动找上门，他需要的不是乐华的资源，而是一个低风险高效率全合规的运营底座，而乐华恰好能提供这一点感觉。现在的乐华对王一博而言，因为早已不是传统经纪公司，更是他的合规物业，只提供服务，不掌控主权。你看乐华与王一博的续约公告，仅提及续签独家艺人管理合同，未提任何合作年限，无明确绑定期限。更关键的是，乐华公布的1250万股权激励条款，明确若王一博不在乐华，股份奖励自动失效。换个角度看，这主动权在王一博手中，想要股份就继续合作，不想合作可随时退出，没啥限制。这哪里是续约啊，更像是乐华哄着留下了一位摇钱树级的大客户。整个所谓的续约，在我看来更多是乐华保住了面子，财报好看，股价稳定，王一博赢尽了里子自由分润与话语权。甚至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个接下来4月乐华出的2025年年报，乐华是否还是会像往年那样公示王一博和供应商 B 的收入成本和分成明细，还是和中期年报及业绩报告那样选择隐藏做刻意回避吧？你们说呢？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乐华不是被公司绑定，而是用最小的约束换最大的自由，最多的收益和最稳的后盾。这既贴合王一博独立清醒的性格，也是顶流艺人最聪明的长期发展选择。有些粉丝觉得明星成立个人工作室单干就等于翻身当老板，赚更多变成资本了。大错特错，开工作室只是换种收钱的方式。明星哪怕开10个工作室，没有投资，没有控股，没有产业链等，就还是打工人。影配版工作室能给的无非就是更高收，所以更多自主权等也意味着需要自己组建团队，寻求资源，拉业务，拉人脉，处理危机公关，自己给自己进行法务兜底等等。而对于王一博这样有野心爱自由，要掌控爱体面的狮子蓝而言，是乐华加独立工作室加股东身份才是最聪明最明智的选择。这从他以往对赛车街舞表演的极致投入，以及发起并参与拍摄的户外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就能看出他不喜欢被过度干涉，需要自己说了算的创作空间。乐华模式刚好给了他高度独立的工作室决策权，自己选人，自己接项目，自己定方向，完全符合他不被束缚，只对专业负责的性格。同时乐华又能帮他扛住法务、舆情、资源对接等杂物，让他能专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不用为琐事分心。
这对王一博来说是最舒服的状态。最后我比较好奇，他现在的收入和月华是几分？看有人分析是28分，也有人说是37分。但不管几分，王一博这步棋下的甚妙。看见杜华你用1250万股只为留住唯一的财神爷，才懂顶流之上还有王一博这句话的含金量。王一博与月华续约的消息刚炸上热搜，紧接着就甩出一记更猛的操作，把用了12年的用那个王一博直接改成了王一博。一博全网瞬间炸锅，续约不就该更绑定吗？怎么反倒去团体化改名？直到那张同步发布的紧急官宣文案被扒出细节，藏在12年深度绑定里的博弈与共赢，才彻底浮出水面，当出一个到期不续的消息，让月华市值蒸发了9%就在所。所有人以为顶流合约到期必解约必单飞时，月华突然甩出一张紧急官宣文案，抛出重磅筹码，拟授予王一博1250万受限股份，把他从打工人变成了合伙人。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很明显公司要的是营收。要知道王一博如今的商业价值算是内娱独一份，哪怕如今不进组，依旧手握30个全品类代言，带货能力更是断层领先，加上英文名一博精准适配，影视全球布局，国际辨识度拉满，商业价值直接再上一个台阶，这笔账更划算了。明白王一博也看得真切，因为他续约背后看重的不只是利益，还有自己的人生掌控权、自由的理解，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想做，我就是要做，就是自由吧。如今影视、商务、时尚都能自己拍板，不用单飞冒险，不用自己管理公司和处理人情世故，省事省力省心，就能继续专心发展自己真正想做的。看似深度捆绑制造枷锁，实则是一博用了最少的精力解决了最麻烦的问题。就算不提利益，王一博和杜华之间还有一份跨越10余年的特殊情谊。13岁时，一博就签约月华当练习生，算是杜华一手带大的。他也曾公开坦言，早已把王一博当作家人。也正是这份家人般的牵挂，让杜华对王一博多了一份理解与包容，都是超越我的认知的这份柔软，成了两人超越利益之外的羁绊。当然，王一博能有如此的底气，更少不了粉丝们的默默守护。别人家粉丝看到偶像后，总是抑制不住情绪，当场尖叫。只有摩托姐姐看到王一博时，会保持沉默，只拿手机默默记录。当然，粉随正主，摩托姐姐们的低调完全是王一博训练来的。被问到有没有话想和粉丝说，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可这份内敛从不代表冷漠，每一次大型舞台落幕，他都会对着台下粉丝深深90度鞠躬。每一次赛车夺冠，他都会第一时间鸣笛，把喜悦分享给一直支持他的摩托姐姐。他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温情告白，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双向陪伴，彼此滋养，彼此成就。娱乐圈流量更迭，顶流一时，守住初心最难。王一博用一场清醒通透的续约，向所有人证明，真正的顶级艺人从来不会被流量裹挟前行，既能在聚光灯下绽放万丈光芒，也能在人生的关键抉择中保持清醒，掌控全局。这便是独属于他的格局，也是顶流之上，还有王一博的真正深夜。